嘿嘿，我阿豪啦！大家農曆新年快樂！這個時候的我已經在台灣旅遊了，會停更到3月初哦，請大家等我回來吧。還有什麼宜蘭、台中的好地方，在留言區讓我知道吧。好累呀，好鬼呀！我是一名長途卡車司機，那天的工作很滿，從天亮開到天黑，眼皮重得幾乎睜不開眼了。理智告訴我，再撐下去可能會出事啊！很剛好的，前方不遠處有個稍微寬闊的路肩，我打了方向燈，把車緩緩靠了過去。熄了火後，周遭瞬間被一種很沉的寂靜包圍，我把座椅放倒，只想立刻睡去。但不知道睡了多久，一陣很強烈的飢餓感硬是把我從睡眠中叫醒。我坐起身，揉了揉眼睛，看向窗外。就在這時，我愣住了。馬路對面那片停車時還是一片漆黑的荒地，此刻竟然多了一間燈火通明的店鋪。店裡看起來人很多，那種熱鬧的氣氛和這條偏僻公路很不搭。不管了啦，那麼多人還 full house 了嘞，食物肯定差不到哪裡去。我的肚子叫得更厲害了，有東西吃最重要。我檢查了一下錢包裡的現金，夠啦。出到車外，一股帶着濕氣的冷風灌了進來。橫越馬路的時候，我心裡閃過一個念頭：這條路我跑過很多次，怎麼從來沒印象在這裡有間宵夜店，而且生意還這麼好？大概是新開的吧。我這樣告訴自己，腳步沒停，朝那片光源走去。一走過去宵夜店，讓人流口水的味道撲鼻而來。一個圍着圍裙看起來像老闆的人正在忙，還有一個年輕的前台。我要一碗滷肉飯，一碗貢丸湯，最後再來一盤滷味。之後前台員工從一疊塑料號碼牌中抽了一個給我，38號，找位置坐，好了會端給你。我接過那塊有點粘手的號碼牌，開始在店裡找座位。這一找，一種說不出的奇怪感覺慢慢浮了上來。我發現店裡雖然看起來很熱鬧，但仔細一看很不協調。大部分的桌子雖然坐滿了人，但桌上是空的，沒有任何餐點。那些食客絕大多數也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家，他們只是很安靜地坐着，臉上沒有表情，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彼此也沒有任何交流。我的目光掃過這些沉默的座位，後頸的汗毛有些尖了起來。就在這時，我看到角落裡有幾桌的氣氛完全不同。那幾桌的客人同樣是老爺爺們、老奶奶們，但他們桌上擺滿了豐盛的菜席，有魚有肉，他們聊得很開心，笑聲也很爽朗。這兩種極端的對比，讓整間店的氣氛顯得更加古怪了。我的視線最終停在其中一桌歡聲笑語的客人上，那是一桌坐了3位老爺爺的座位，正好還有一個空位。在這種環境下，靠近有生氣的地方像是一種本能，害怕位置被搶走的我很快就走了過去。不好意思，請問這裡有人坐嗎？其中一位戴着黑框眼鏡、微胖的老爺爺抬起頭對我笑了笑。哦喲，沒人啊，年輕人，快坐吧，快坐吧，一個人開車啊，辛苦了嘍。而另外2位老爺爺也對我點了點頭，我鬆了口氣，道謝後坐了下來。38號，你的餐來嘍。那位年輕前台端着我的餐點走了過來，食物的香氣驅散了我心裡的一點寒意。我一邊吃一邊和這幾位健談的老爺爺聊了起來，他們很友善，我們從趣聞聊到人生。他們開始說起自己年輕時做過多厲害的事，一個說他是籃球教練，曾經帶隊國家隊得下了不少冠軍獎杯。教練，我想打球。一個又說他曾是村裡最會打獵的，什麼老虎、獅子都是小 case。哇，頂獵頂獵！另一個說他靠雙手蓋起了整村的房子。真的假的？我也分享了自己開卡車遇到的事，逗得他們哈哈大笑。
在他們笑聲中，我幾乎忘了店裡其他桌那種詭異的沉默。然而，聊着聊着，話題的方向開始變得越來越奇怪，我漸漸插不上話。說到這個，我那個在台北當教授的孫子，上個禮拜才回來看我，還帶了最高級的茶葉呢。旁邊那位打獵大爺立刻反駁：哼，學歷高有什麼用？我孫女雖然只是個護理師，但孝順啊！上個清明節燒給我的紙紮別墅可是最新款的，還有游泳池呢。第三位比較沉默的大爺也清了清喉嚨，慢慢的說：你們那些都比不上我。我兒子啊，上個月來看我，送來的花是從荷蘭空運來的鬱金香啊！你們看看，誰收到的花比我的還美啊？嘴裡嚼着乳肉，動作卻停住了。他們開始激烈的比較起來，誰的家人來探望的次數比較多，誰收到的祭品食物更豐盛，誰墓前的花朵更鮮豔。祭品？墓前？我一定是聽錯了，他們說的應該是禮品和門前吧。疲勞讓我的腦子都有些不清楚了。我的宵夜也吃完了，見他們還在爭論，我識趣地站起身：各位大爺，我吃飽了，得準備上路了。快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又係時間講拜拜啦。戴眼鏡的大爺在爭吵的間隙中抬起頭，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用一種很生長的語氣說：年輕人，少來這種地方吧，你時間還多呢。這句沒頭沒尾的話讓我有些不解。就在我要開口問他時，那位大爺已經轉過去，繼續投入他們的比較中了。我跟你們說，我孫女燒給我的那個 iPhone 18。我走向前台付錢，那個年輕店員面無表情地按着計算機，一共25塊。我從錢包裡掏出3張10塊的鈔票遞了過去，店員接過錢，找了我一個5塊的鈔票。他把錢遞給我後，眼神有些飄忽，用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找你5塊，謝謝。下次再光臨。他最後那幾個字說得斷斷續續，很不情願的樣子。我沒多想，轉身離開了。回到卡車上，睡意很快就來了。我幾乎是頭一沾到椅背，就立刻睡着了。一陣刺耳的電話鈴聲把我吵醒，天已經大亮了。熒幕上閃着老闆2個字，我心裡一沉，睡過頭了。喂，老闆，我好啦。你個司機啊，貨還沒送完，你現在人死到哪裡去了？我連聲道歉，掛了電話，一邊發動引擎，然後一邊習慣性的朝馬路對面看了一眼。這一眼讓我全身的血液都像是凝固了。昨天晚上那間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的宵夜店不見了，而宵夜店旁邊根本沒有任何桌椅，只是一大片蔓延到山坡上的華人墳場。一座座灰色的墓碑在晨光中靜靜地站着，我整個人都傻住了。昨晚的一切難道只是一場夢？不可能，那感覺太真實了。老爺爺們的對話突然像閃電一樣在我腦中響起。我那個在台北當教授的孫子，上個禮拜才回來看我，還帶了最高級的茶葉呢。上個清明節燒給我的紙紮別墅可是最新款的，還有游泳池呢。我兒子啊，上個月來看我，送來的花是從荷蘭空運來的鬱金香啊。我還記得那位大爺最後的忠告：年輕人，少來這種地方吧，你時間還多呢。此時，一個很恐怖的念頭在我心中成型了。我顫抖着手打開了我的錢包，錢包裡那張30塊的鈔票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張孤零零的5塊馬幣。不，那不是馬幣，那是一枚無圓面額的冥幣，上面印着地府銀行字樣，在晨光下顯得格外的刺眼。這一刻，我終於明白了，終於明白
昨晚那些沉默的客人，為什麼桌上都是空的了？或許他們的家人已經很久沒有來探望他們，沒有為他們送上食物，沒有為他們燒上紙錢，所以他們只能坐在那裡沉默地等待。而我遇到那幾位大爺，正是那些時常有人祭拜、收到最多貢品的富裕人家。他們吃的、喝的、比較的，全都是來自陽間的思念。而這個宵夜店根本不是開給活人的。我不敢再多留一秒，猛地踩下油門，卡車像是逃命一樣衝上了公路。從那天起，我再也沒有在深夜開過那條路，而那個5塊冥幣我沒敢丟，只是用紅包袋包起來壓在家裡神座的角落。我常常會想起那位大爺的話：年輕人，少來這種地方吧，你時間還多呢。是啊，我們的時間還多，但他們的時間早已永遠停留在了那裡。不好意思，請問這裡有人坐嗎？羅里司機駕車途中因疲勞在偏僻公路旁停車休息，他看到一間燈火通明、客人眾多的宵夜店，於是放心停靠入眠。次日清晨醒來，熱鬧的14不見蹤影，只剩一座破舊亭子與成排華人墳墓。前晚顧客穿着打扮統一，看似普通卻又詭異。有網友表示自己也曾深夜在同地吃過飯，店員還坦言附近是墳墓。回程欲在找此店，卻完全找不到任何痕跡，令人毛骨悚然。今天的故事我會以靚妹的角度去訴說。故事是這樣的，我和男友上班的地方離我們各自的家都太遠了，通勤的時間成本也太高了，所以我們決定一起在外面租一間屋子。就在布城找到了一間雙層排屋，那間屋子很大，比我們看過的所有單位都寬敞，但租金卻便宜得有些不尋常。1個月馬幣1800，還包括了所有水電和網路費。當時我們只覺得自己運氣太好了吧，遇到了急着出租的屋主，沒有多想，很快就簽了合約，搬了進去。屋子是空的，我們自己添置了所有家具。客廳很大，我們買了一套灰色的沙發，正面對着電視牆。而廚房是開放式的，我站在琉璃台前煮飯時，只要一轉頭就能看見整個客廳。我們倆都很喜歡這種沒有隔閡的空間感。而可怕的事情就發生在去年的8月14日。那天就像往常一樣，我和男友下班回到家時，也差不多是晚上7點半了。我也有煮晚餐的習慣，所以一回到家就先去沖了個澡，然後換上家居服，走進廚房開始準備。男友則是癱在客廳的沙發上滑手機，等着開飯。這時，哎呀！男友突然從沙發上坐了起來，一臉懊惱地對着我說：“BB， 我把公司的 iPad 忘在了辦公室，裡面有很重要的文件，需要趕在今晚完成。我現在就要回去一趟，我去就回。”哈，那你晚餐怎麼辦？你繼續煮吧，我很快就回來了，你放心。接下來我點了點頭，把他送到了門口。藍寶，基尼，嘿嘿，好啦，拜拜拜拜。聽着他發動車子的聲音遠去，順着就把大門給關上。那種沉重金屬碰撞聲在空蕩的房子裡聽起來特別清晰。我回到了廚房，繼續處理手上的食材。水龍頭的水流聲伴隨着刀子在砧板上發出的聲音，是當時屋子裡唯一的聲音。大概過了5分鐘，我隱約聽見客廳傳來了電視機的聲音，那不是節目或新聞的聲音，而是一種很模糊的人聲，像是老舊收音機那種訊號不良的沙沙聲，夾雜着斷斷續續的對話。我這時關掉水龍頭，側耳聆聽，那聲音又消失了。我心裡覺得有些奇怪，便擦了擦手，走出廚房。客廳裡很安靜，電視機是關着的，黑色的熒幕上只營造出我一個人站在那裡的
模糊倒影。我走上前，伸手摸了一下電視機的背面，但它是冰涼的，沒有任何運作過的餘溫。也許是我自己聽錯了吧，我這樣想着，轉身走回廚房。我鬆了一口氣，覺得可能是自己太累了，神經太過緊繃才會產生的幻聽。又過了大概10分鐘左右，就在我把切好的菜倒進熱油鍋裡的時候，寶貝，那聲音很近，幾乎就在我的耳邊。一轉頭，我看見他就站在我的身後，臉上帶着那種我再也熟悉不過的溫柔笑容。煮好了嗎？好餓哦。那一刻，我腦子裡一片空白，但我心裡最深處的某個地方卻響起了一道警鈴。你不是沒有帶鑰匙嗎？你怎麼進來的？他沒有回答我，他只是看着我，臉上笑容變得更深了一些，然後轉身走出了廚房，坐回了客廳的沙發上。我的手腳開始發冷，我盯着他的背影，看着他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菜很快就煮好了，我關了火，站在原地猶豫着。我拿着碗筷準備叫他一起吃飯。喂 BB， 吃飯哦，我煮好了。Hello，吃飯了，喂！我對着客廳的方向喊了他的名字，1次2次，他沒有回應，也沒有回頭，就只是靜靜地坐在那裡，像一尊雕像。一股無法言喻的恐懼伴隨着怒氣從我心底升起，這太不正常了。決定不拿他的飯，也不拿他的碗筷，我就這樣一個人端着自己的飯菜在飯桌上坐了下來。我刻意背對着客廳的方向，但我能感覺到那道視線一直停留在我的背上。我吃得很慢，幾乎食不下咽。過了一會，我聽見他笑了起來，那不是平常那種開朗的笑聲，而是一種很輕很低的笑，持續不斷，像是從喉嚨深處發出的氣音。那笑聲讓我全身汗毛都尖了起來。我終於忍不住偷偷的回頭看了一眼，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轉過身來，面向着我。他的臉上掛着一個非常詭異的笑容，嘴角裂開的角度很大，眼睛卻沒有任何笑意，只是直勾勾的盯着我看。他就這樣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對着我笑，一直笑，一直笑。就在這時，我的手機突然響了起來，刺耳的鈴聲劃破了這詭異的寂靜。我顫抖着手拿起手機，熒幕上顯示的來電名字竟然是我的男友。我看了看沙發上的他，又看了看手機熒幕，我按下了通話鍵，把手機放到耳邊。電話那頭傳來了我男友再熟悉不過的聲音，帶着一絲歉意。BB， 你煮會多嗎？如果不會的話，我可以從公司這邊打包一些菜回去，這樣你就不會太累了，要嗎？我正好有經過。我的眼睛從頭到尾都一直死死盯着客廳沙發上的那個男友，沒有離開過一秒。不用了，我已經煮好了，你趕快回家吃，陪我。好哦，我還有5分鐘，這樣就到家了。我前面再轉個紅綠燈，大概就到了。我深吸了一口氣，對着話筒說出了一個詞：藍寶。電話那頭沉默了2秒，然後我就聽見男友用我們之間才懂的帶着笑意的語氣回答：基尼，怎麼了？沒事，路上小心。然後我就掛了電話。現在知道了電話裡的是真的，那麼坐在客廳沙發上的這個又是誰？掛了電話，慢慢的從椅子上站起來，很忐忑的走向客廳，走向那個還在陰笑的他。你不吃嗎？不餓嗎？他只是笑着看着我，我鼓起全身的勇氣，看着他的雙眼，又說了一遍那個詞：藍寶。他臉上的笑容有這麼一瞬間的停頓，他的頭微微歪了一下，像是很不解的看着我，然後從嘴裡發出一個單音。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必須要逃。我猛地轉身衝向飯桌，抓起上面我們出門時隨手放的家門鑰匙，然後頭也不回地衝向大門。大門很靠近客廳，我能清楚地感覺到那道冰冷的帶着笑意的視線像針一樣扎在我的背上。我感覺到我的頭皮發麻，全身血液都衝上了腦袋。我用盡全身的力氣把鑰匙插進鎖孔，轉動，然後拉開大門衝了出去。
外面濕氣的空氣從來沒有讓我感覺到如此安心過。大概1分鐘後，我男友的車子就出現在了港口。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他小心翼翼地走進了家裡，查看了每一個角落。我也跟着進去檢查了樓下的廁所和所有地方，結果什麼都沒有。那個他就好像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沙發上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不久之後，我們就搬走了。退租的時候，屋主只退了1半的定金給我們。這該死的屋主還說家裡不乾淨才會租得那麼便宜。現在我們住的地方有山有水，非常的舒服。我們也再也沒有提起過那天晚上的事情。只是有時候我還是會想，如果那天我沒有跟男友約定那個暗號，又會發生什麼事呢？